是的太想到处玩来个怀旧之旅。为什么在市区还能有这样的行程呢？那就是来已经开业40年之久的大利百货。虽然40年来建筑外观与百货厂商都更换过不少次，像是多了大利精品百货、汤姆熊、唐吉诃德等等，甚至连经营团队也更换过好几次。整体营业方式跟以往都是大为不同。曾经也是高雄市首间日系百货公司，但有一个地方始终不变，依旧维持当时的模样，那就是位于顶楼的空中游乐园，也就是这次要来记录的怀旧之旅。相信只要是老高雄人，就一定来过的空中乐园，在经过40年之后，也要面临全面整改设施的情况。那趁还没拆除前，来回味一下儿时的童年时光，来体验看看当初小时候不敢做的设施，长大后能不能多一点勇气来挑战？也欢迎各位观众留言分享你小时候不敢做的游乐设施。其实我早就忘了小时候做这些设施的费用，不过以这个价钱来讲，对现在的娱乐费用也还好。顶楼的空间其实很小，但还是能放下好几项的大型器材。不过很遗憾的，有个指标性的游乐设施彩虹桥，也因为年久失修，在好几年前就提早拆除了。没办法，那也只能成为心中的一股遗憾了。由于园内的大型设施只剩4种，另一个维修中，所以就换代币来做其中2样游乐设施而已。如果有带小朋友来玩的观众，也可以考虑套票。到9月30号前都有买1送1的活动，这边就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那换完代币后，就开始今天的乐园之旅吧。园区内的大型设施圣经马车、海盗船、单轨列车跟太空争霸战。在玩之前，先来逛逛其他的设施吧。以前这个位置，我记得是一个很疯狂的游乐设施，一个人坐在里面，像个无敌风火轮一直转的溜溜球。如今变成老少咸宜的电动迷你车了。旋转木马也应该是后来才装的。有没有一样在80年代有回忆的观众？一起来回想看看这个区块以前是什么游乐设施呢？那接下来继续往另外一边来逛逛。这个疯狂迪斯科，光听名字就是够复古了。但我印象中，这里以前应该就是彩虹桥的位置。不过目前因为停止使用，也没办法游玩到。顺带一提，看价目表文1次要100元。接下来就是园区随地可见的超怀旧摇摇马。本来以为早就年久失修变成装饰品而已，想不到有好奇的游客投币下去。这些器具有些居然还可以使用，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就是了。想不到经过4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，还依旧可以使用。那对应的器具造型也是非常的有怀旧风。有观众猜得出来第一个造型是哪个机器人吗？那先抵达第一个大型器具——太空争霸战。虽然是太空争霸战，但顶着烈日也是很有挑战性。还没挑战完，就先被太阳晒伤了。有带小朋友来玩的观众，还是建议下午过后再来。我是因为想要拍片，所以12点就来了。但或许是听到这空中乐园要进入历史，所以虽然是正中午的，也是满满的人潮。工作人员根本完全忙不过来，变成好几样设施都要排队等工作人员来启动。加上高雄天气是真的热，多少要有点心理准备。那这边我也要来挑战海盗船这个设施。说真的，我以前根本不敢玩这个。首先，觉得太贵玩不起；第二，在顶楼的刺激感远比在平地的感觉，所以一直不曾来挑战过大利百货的海盗船。如今已成为中年大叔的我，自然有这个勇气来挑战了。也当然是现在口袋有点深了。那为了记录最美的风景，当然就要坐在最后一排了。看到这里的观众，也别忘了给个赞跟订阅吧。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可怕。可怕的不是高度，而是这艘有40年历史的老海盗船，整台运行当中发出的嘎嘎声，真的很恐怖。一开始还因为人数过多，重量太重，海盗船居然开不动，摇没2下，
设施就停下来了。后来经过工作人员的协调，请一部分的游客下船，这艘海盗船才顺利起航。但我的脑海中已经闪过无数次电影《绝命终结战》的画面，或许我才是该下船的那位游客吧。那也不得不说，这艘海盗船是真的很刺激，体感的最大摇晃角度有近90度的感觉，尤其是坐在最外侧，随时都有一种要被甩出去的离心感。真的不愧是有高达13楼之高的深度恐怖体验。某个程度来讲，这或许也能称为全台最高的海盗船了。听到整艘船不停的尖叫声，害我也叫个2声了。那除了恐怖感以外，坐在上面还有另一种感觉，就是整个高雄市景的变化。在40年前，高雄高楼并不算多，很多也是禁止一般人出入，所以当时能俯瞰高雄夜景的百货，就只有大同跟大立了。补充一下，当时的远东百货，现今的大远百也能够看到，不过我记得只有5楼还是7楼，所以景色不多。那大立有海盗船跟彩虹桥这2项高空设施，更能欣赏到当时高雄独一无二的夜景了。从这里看出去，一间比一间还高的大楼盖起来了，前面隐约还能看到长谷世贸大楼，后面有汉神百货。时光不停地往前走，但唯独这里就依旧保持原样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高雄越来越难找到以前的复古时光了。也还好，趁着你要大改造前，能来做个影片记录。希望能在10几20几年后，再回味这段童年时光吧。不知道各位观众的感觉如何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那在尖叫声中度过2分钟的煎熬，终于也要靠岸了，真的做得有够提心吊胆的，很怕中午坐一坐，下午就登上社会新闻了。有来玩的观众务必也来体验看看。那下船的时候，听到对面的小朋友说他腿软了，别怕，大叔我其实也是。反而旁边的小妹妹还意犹未尽的想再坐一次。那这个金马车说穿了就是旋转木马，这边就不搭乘了，反正我也不当白马王子很久了。那旋转木马对小女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如果是买套票可以一次通玩的，还是来体验一下吧。我是用换代币的，所以就看别人玩就好了。那再来就是要来坐这台单轨列车，也是今天最后一项的大型设施。只是这台列车看起来也是很有历史了，或许等等坐起来也别有一番感觉吧。列车一趟能坐到24个人，看起来不会因为满载而像刚刚的海盗船熄火，应该吧？那原本想抢个头香去坐第一个车厢来拍摄，不过排队人潮真的是有点多，所以也只好上车了。那这台列车基本是绕园区半圈而已，一趟约2分钟。途中就是会经过全部的游乐设施，但其实我想象不出来这里还能做什么全新整改。如果要说是空中乐园，市区最新的梦时代摩天轮，也是20年前的事了，人潮也不是很多。真的要再走回空中乐园的模式，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也不太买单。像我这次有找6岁的女儿一起来逛逛，她说天气真的太热了，去楼下的独角兽乐园还可以，来这里晒太阳真的会满头大汗。其实我们大人也会这样就是了。那坐上这台列车，在13楼高空看中央公园的感觉还不错，也可以说是这一带改变最大的景观。从以前的运动场转身一变成捷运站与自然景观为主，这对我在这里住了40年的高雄人是一件很有感的改变。以前这里可以说是高雄最繁华的地方，2间百货对立而望，就连大立百货对面也有电影院，好像是叫碧丽宫吧。我记得小时候看桃太郎还是来这边看的，但随大同百货在30年前烧毁，新窟将没落，这里也不太是人潮聚集的地方了。以前我记得虽然大立1楼外面很小，但还是会有艺人来办小型演唱会。坐上这台回忆列车，真的会让人想起很多事。那随着列车到站后，乐园也要准备改造，迎接新的气象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个赞、订阅或分享。希望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